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曹。当一个手握全球最大石油储量的国家元首，在自己的总统官邸被外国特种部队连夜掳走，而所谓的全天候战略伙伴，到底是会伸手相救，还是会为了利益自保，转身离场呢？今天我们来聊一个最热的话题，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被美国紧急抓捕。事情发生在2026年1月3日的凌晨，委内瑞拉的首都加拉加斯响起的枪声，撕碎了所有国际政治的温情脉脉，也让熟知这背后真相的人问出了一个扎心的问题：大国无外交这句话会是真的吗？血淋淋的真相不会就这么赤裸裸地展现在全世界面前了吧？今天咱们就来扒透这起震惊全球的抓捕事件。被抓的马杜罗到底是个什么人？委内瑞拉的政局为何乱成一锅粥？美国为什么非要置他于死地？而中国又会在这场利益的绞杀中做出怎样的选择？全程高能反转，暗黑细节拉满，建议大家看到最后，因为国际政治的真相远比你想象的更残酷。首先，咱们得搞清楚事件的核心人物尼古拉斯·马杜罗。这个1962年出生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贫民窟的男人，他的人生剧本充满了逆袭与挣扎。很多人不知道，马杜罗的童年根本不是什么革命领袖前传，而是底层小人物的挣扎求生。他的父亲是工会领袖，却在动荡年代死于政治迫害。年幼的马杜罗6岁就跟着左派政党打杂，12岁就加入了名字叫做破裂的地下左翼组织。说白了，就是在枪林弹雨里摸爬滚打长大的。中学没毕业就辍学的他，干过最底层的工作，公交司机、业余棒球手，甚至还想靠1.9米的身高当保镖混口饭吃。但命运的转折点出现在1994年，他遇见查韦斯的那一刻。当时查韦斯因为发动政变失败而入狱，马杜罗作为地铁工会的积极领袖，带着工友去监狱探望。两个人一拍即合，一个有军事力量和革命理想，一个有底层动员能力和街头斗争经验。这场相遇注定要改变委内瑞拉的命运。马杜罗对查韦斯的忠诚远超常人的想象。查韦斯出狱后，马杜罗放弃了工会的根基，全程辅佐他竞选总统，从起草新宪法到打理议会关系，硬生生把一个政变失败者推上了国家最高宝座。而查韦斯也投桃报李，一路把马杜罗从议员提拔到外长，再到副总统，甚至在2012年癌症晚期时，通过全国电视直播指定马杜罗为政治继承人，也把包括预算审批、国有化决策等一系列的核心权力提前交到了他手上。2013年查韦斯病逝，马杜罗以 50.66% 的微弱优势赢得大选，正式接过了查韦斯主义的大旗。但他不知道，自己接手的不仅是一个国家，更是一个装满了石油财富，也埋满了定时炸弹的火药桶。马杜罗的执政之路从一始就注定是场暗黑博弈。查韦斯留下的21世纪社会主义的人民美好生活，本质上是靠石油赚美元、补贴民生的福利体系。石油出口占 GDP 的 95%， 老百姓看病、上学、住房几乎免费。但这种模式的致命缺陷是，一旦油价下跌，整个国家就会瞬间崩塌。2014年，国际油价从100多美元一桶暴跌到30美元，委内瑞拉的经济立刻陷入地狱，通胀率飙升到上万倍，超市里的面粉和牛奶被抢购一空，老百姓拿着一麻袋纸币都买不到一块面包，犯罪率暴涨，街头枪击事件每天都在发生。委内瑞拉民怨沸腾，许多人认为是马杜罗政府无法有效利用国家资源造福民生，导致国家陷入困境，政治腐败和社会不满情绪不断加剧，反对派的力量因此逐渐壮大。委内瑞拉本来是全球石油储量最多的国家，拥有超过3000亿桶的已探明储量，甚至超过沙特阿拉伯。然而，尽管资源丰富，委内瑞拉的石油生产却长期低迷。这背后有多个原因：经济危机、政治不稳定、石油产业管理不善，以及国际制裁，这些都让该国的石油产业陷入困境，民众生活拮据。经济危机也成为了民众反对马杜罗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更可怕的是，马杜罗面对危机的方式充满了铁腕与偏执。为了巩固权力，他解散了反对党占多数的议会，成立制宪大会，掌控立法权，逮捕反对派市长维泽马，甚至通过反仇恨法打压意见人士。2018年总统大选，选举委员会受马杜罗政府控制，导致选民无法自由表达意愿，反对党集体抵制失效，再加上国际观察员的缺席，使选举的公正性更难得到验证。马杜罗以 68% 的得票率成功连任，但因为反对派几乎没有参与，所以选举结果遭到广泛质疑。美国和西方国家直接宣布这次选举非法。2019年，反对派领袖瓜伊多在华盛顿的支持下自封为临时总统，形成了委内瑞拉一国两府的分裂局面。更惊险的是，2018年马杜罗在阅兵式上遭遇无人机炸弹袭击，7名士兵被炸伤。马杜罗指责是美国中情局与反对派合谋发动的刺杀。这场刺杀未遂事件也让马杜罗彻底陷入到了全民皆敌的偏执状态。为了自保，马杜罗做出了一个极具魔幻色彩的选择，投靠古巴。他年轻时曾在古巴接受情报培训，上台后立刻与古巴结成生死同盟。委内瑞拉每天向古巴输送10万桶廉价石油，而古巴则派出数千名医生、教练和反情报人员潜入委内瑞拉的军队和政府，帮助马杜罗清洗部中的军官，建立起密不透风的安保网络。到了2025年，随着美国制裁加剧，石油输送量被迫锐减到每天3万桶，古巴自身也陷入到了自1959年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。古巴国内1/4的人口逃离家园求生，但即便如此，古巴的情报人员被迫坚守在委内瑞拉，因为他们知道马杜罗倒台的那一天就是古巴能源命脉被掐断的日子。而马杜罗的另一个救命稻草就是中国。从2006年担任外长开始，马杜罗就频繁访华，推动中委达成石油换贷款协议。中国向委内瑞拉提供数百亿美元贷款，而委内瑞拉则用石油偿还。到2025年为止，中国已经成为委内瑞拉最大的债权国和石油出口目的地，双方号称全天候战略伙伴。但很少有人知道，这种关系的背后是层层嵌套的利益捆绑。说白了，中国需要委内瑞拉的石油来保障能源安全，马杜罗更需要中国的贷款来维持政权运转。一旦其中一方东弹，另一方必将损失惨重。这层关系看似坚不可摧，实则脆弱不堪，因为在大国博弈的棋盘上，没有永远的伙伴，只有永远的利益。讲到这里，大家肯定会问，美国为什么非要抓马杜罗？表面上的罪名是毒品恐怖主义、可卡因走私，但这种说法有些牵强。2020年，美国纽约南区联邦法院就起诉了马杜罗，指控他操控一个叫太阳集团的贩毒组织，但纽约时报早就披露，所谓太阳集团根本不是什么严密组织，只是美国给委内瑞拉军政官员扣上的帽子。连美国缉毒署的报告都承认，委内瑞拉并非美国毒品的主要来源地。2024年，洪都拉斯前总统埃尔南德斯因贩毒罪被美国判刑45年，但令人讽刺的是，川普却在1年后宣布赦免他。明明是同样的贩毒罪名，为什么有些人被重判，而有人却能得到赦免？答案很简单，是否符合美国的利益？至于马杜罗，为什么美国如此敌视他？美国抓捕马杜罗的真正原因，背后有多重政治和战略动机。首先，委内瑞拉拥有世界最大石油储量，而马杜罗政府利用石油价格优势，绕过美国经济制裁，这直接威胁到了美国在全球能源市场上的利益主导权。其次，马杜罗坚决反美，与俄罗斯、中国等国结盟，挑战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。除此之外，美国通过制裁和政治孤立，不仅想推翻马杜罗政权，也是在对其他反美国家发出警告，表明美国不容忍任何威胁其影响力的力量。综上所述，抓捕马杜罗的背后，核心原因是谨守制裁权力，维护地缘政治，以及借此展示对外强硬、全球主导者的形象。为了这场抓捕，美国策划了长达1年的行动。
2025年，川普授权中情局在委内瑞拉开展秘密行动，将悬赏马杜罗线索的奖金提高到5000万美元。美军在加勒比海进行30多年来最大规模军事部署，击沉30多艘所谓贩毒船只，实则是在测试委内瑞拉的军事防御。同时，美国连续制裁马杜罗的家人和亲信，切断委内瑞拉的石油出口通道，逼迫委内瑞拉军方高层离心离德。2026年1月3日凌晨，最后的总攻开始了。美军三角洲特种部队乘坐隐形直升机，避开委内瑞拉军方的雷达监测，突袭了马杜罗位于加拉加斯军营内的住所。这场行动没有任何预兆，没有联合国授权，完全是一场现实版的跨境围捕。美国方面宣称无美方伤亡，但委内瑞拉境内传来的消息显示，有平民和军人在交火中丧生。马杜罗和他的夫人被强行带上军用运输机，连夜送往美国纽约受审。消息传出，全球哗然，但真正的博弈才刚刚开始。此时，所有人都在盯着中国和俄罗斯的反应。俄罗斯与乌克兰的现状让他根本无暇顾及此事。那作为委内瑞拉的全天候战略伙伴，中国会不会出兵营救马杜罗呢？答案很残酷，不会。但这并不是背叛，而是因为站在外交立场上，这种出兵营救从来都不可能是一个选项。首先，中国不会进行所谓的交易式营救。如果中国为了救马杜罗与美国进行利益协商与交换，就相当于变相承认了美国跨境抓捕行动的合法性，这就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声誉，这是绝不可以的。在国际政治中，声誉看似不值钱，但却是大国立足的根本，一旦放弃，失去的将是长期树立起的国际形象。其次，中国更不会直接军事介入。军事介入意味着中美两个核大国的直接对抗，这是将整个国家的利益与国民的生命安全都当作赌注的行为，这是任何一方都无法承受的风险。而且，中国一贯坚持不干涉内政的原则，虽然美国的行动已经严重超出了内政范畴，但直接出兵美国只会让中国陷入新殖民主义的舆论漩涡，得不偿失。马杜罗的命运从他被抓的那一刻起，就交由美国的利益算计和国际社会的博弈结果来决定了。再者，中国的支持从来都不是针对某个人，而是针对自身的利益。中国在委内瑞拉有数百亿美元的贷款，有大量的基建项目和能源投资，这些才是中国真正关心的核心利益。所以，中国不会去救马杜罗，但会通过多边外交施压，要求美国保障委内瑞拉的局势稳定，保护中国在委的资产和人员安全。这听起来很冷酷，但这就是大国博弈的真相。国家之间的关系从来都不是个人之间的讲义气，而是利益的精准计算。那么，中国到底会怎么做？在舆论层面，中国会强烈谴责美国的霸权行径，在联合国安理会、人权理事会等场合发声，要求美国遵守国际法，释放马杜罗，或者按国际法移交到国际法庭处理。另外，还会与俄罗斯、古巴等国家协调立场，形成多边施压的态势。更可能会通过媒体和智库，指责美国以缉毒为名，行使政权更迭之时的目的，凝聚国际社会的反霸共识。在实际行动方面，中国的核心动作会围绕利益保全展开。第一，保障在委内瑞拉的中企和人员安全，与委内瑞拉的过渡权力机构保持沟通，确保能源合作和基建项目不受局势动荡的影响。第二，尽力稳定住石油换贷款的合作模式，避免马杜罗倒台后，亲美派上台撕毁协议，导致中国的贷款血本无归。第三，利用这场危机，进一步巩固与拉美其他国家的关系，扩大中国在拉美的影响力，对冲美国的强权威胁。说到底，中国对马杜罗的支持，就像一场精心设计的商业保险，保险的标的不是马杜罗本人，而是中国在委内瑞拉的利益。当被保险人马杜罗无法履行义务时，保险公司也就是中国会启动应急预案，减少自身损失，而不是去拯救被保险人。这就是大国无外交的暗黑之处，所有的友谊和伙伴关系本质上都是利益的附属品，外交层面上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真情实意。
讲到这里，可能有观众会觉得歇寒，这也太没有人情味了吧？但请大家清醒一下吧，这就是国际政治的残酷现实。马杜罗的悲剧，从他接过查韦斯的权力棒那一刻起就已经注定。他身处一个私有财富堆积的陷阱，一边是美国的步步紧逼，一边是国内经济的摇摇欲坠，一边是与中国、古巴的利益捆绑。他以为自己是棋手，殊不知在这场大国博弈的棋盘上，他从来都只是一枚随时可以被牺牲的棋子。最后，咱们回到最初的问题，中国会不会出手营救马杜罗？答案已经很明确，不会。在全球经济与军事犹如丛林社会的今天，大国无外交，这是自保的底线。国家之间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友谊，只有共同的利益。马杜罗的命运最终会沦为中美博弈的筹码，他可能会在美国的监狱里度过余生，也可能会在某场币益交换中被释放，但这一切都只是利益权衡下的结果而已。这场发生在委内瑞拉的抓捕事件，给我们所有人上了一堂最深刻的国际政治课。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，所谓的国际法，所谓的外交礼仪，都只是大国之间利益博弈的遮羞布。当利益发生冲突时，所有的温情脉脉都会被撕得粉碎，只剩下最原始的丛林法则。委内瑞拉的枪声已经平息，但大国的博弈才刚刚开始。马杜罗的结局会如何？中国在拉美的利益能否保全？美国的强权表现会不会遭到反噬？关注我会持续跟进这场博弈的最新进展。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，说说你对大国无外交的看法。咱们下期再见。